嗨，大家好，我叫周易，我是周易的老爸。老爸，我今天放学回家好累呀。为什么好累呢？因为我今天是走路去学校的。要是我有翅膀就好了，就可以飞过去，但飞回来了。有翅膀一定会飞呀。有翅膀不会飞，那我们要翅膀干什么呀？既然你对翅膀这么感兴趣，今天老爸给你讲一讲关于鸟类的事情，好吗？那么老爸先问问你，你知道恐龙吗？当然知道。那你跟老爸描述一下，在你心目当中恐龙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体型很大，很凶猛，非常凶猛，牙齿当然也特别的尖，特别锋利牙齿，而且它们还喜欢吃肉，特别喜欢吃肉是吧？但是你知道吗？从古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呢，可以确定鸟类是恐龙演化的，它也是恐龙演化之后存活下来的唯一的物种。因为鸟类和飞鸟恐龙，它们在古生物学当中呢构造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在生物学当中把鸟类认定是恐龙的后代。怎么会是恐龙的后代？因为所有的鸟类在生物学上也被分类为鸟类恐龙的一部分。鸟纲的全体成员都是2只脚，体温不变，生蛋来繁衍，身披羽毛且色彩鲜艳。前面的2只脚呢化成翅膀，具有坚硬的喙，也就是嘴，流线型的身体，视力非常的好，可以飞行，也可以生活在陆地上或者潜到水里。特定的骨骼构造以及用气囊来实现双重呼吸的一种有脊椎动物。鸟类的食物呢多重多样，包括植物的花蜜、种子、果实、昆虫、虾类、蟹类、乌贼类、鸟类、蛙类、蜥蜴类、蛇类、龟类、老鼠类和其他鸟类，以及动物的蛋腐肉粪便还有人类的生活垃圾呢。目前鸟类共有8600种，如果算入未被分类的和不确定的，有9000多种。怎么样，种类会不会很多？哇，真的有这么多种鸟吗？当然了，所以你想每到秋天的时候当我们眼望天空的时候，总能看到有一群一群的鸟它们纷纷往南飞，然后等到夏天的时候呢，它们再成群结队的飞回来，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迁徙，其中呢甚至有一些小鸟正在进行环球之旅呢。看长翅膀多好，还能集体出去旅游呢。他们可不是在旅游。考考你刚才爸爸说全世界有多少种鸟？9000多种。对但他们有将近一半，就是说将近有4000种的鸟有迁徙的行为。迁徙就是刚才爸爸所说的秋天鸟儿南飞，春天又飞回来的过程。每逢迁徙季节，他们会沿着全球8到9个非常大的迁徙路线来飞行。他们很多鸟都会经过中国飞往菲律宾或者澳大利亚的。既然他们不是去旅游，那他们飞那么远干什么呀？为什么不能在家待着呢？迁徙的鸟大多都是水鸟，因为进入冬季了，对不对所以湖面上都结冰了，它们的食物会怎么样？会减少。对，它们的食物减少，它们就会迁徙。而迁徙时呢，通常它们都会保持一个人字形或者一字形的排列顺序。这样的话呢，会大大的减小空气的阻力。因为这个迁徙的鸟类大部分都是体型比较大的，比如鹤类鹳类鹿类雁鸭类等鸟，所以呢，因为体型较大，它们如果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就可以帮它们节省很大一部分的体力。鸟在迁徙的过程中呢，也会在空中交替飞翔，就是如果一个鸟它比较疲累的时候，会另外一种鸟在前面领飞。当然了，这种领飞大部分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年长的鸟，或者是非常有经验的鸟。
他们迁徙的时候还要留日队形吗？对呀，一定要保持队形。因为呀，鸟是一个聪明的动物，它们会评估自己的身材、体能、身份，根据气流、环境等因素，选择最适合的飞行阵型和位置。而集群飞行能帮助它们及时发现捕食者，减轻捕食压力，靠集体的力量提高生存力，还可以飞得更远。不过长途迁徙对鸟依然是一种吉凶难料的事儿，例如遇到大风、雨雪、冰雹等恶劣天气时，对鸟就是一场极限挑战。迁徙途中，雌鸟和雄鸟也有分工，雄鸟在群体中更多的承担防御任务。研究发现，有雄鸟相伴的雌鸟迁徙死亡率只有没有雄鸟相伴的雌鸟的一半。哇，没想到鸟类会这么聪明。当然了，为了生存，不同种类的鸟也会结盟。例如白腰雪雀呀、棕颈雪雀呀、白斑赤雪雀呀，在可可西里都有分布。它们之间呢，也存在着一定的食物竞争的关系。但是呢，为了防御天敌，它们也不得不结盟在一起。爸爸，现在我知道了，鸡应该也是一种鸟吧？对呀，鸟类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通常食用的呢是肉和蛋，主要来自于鹅呀、雁呐、鸡呀、火鸡呀和鸭等家禽。还有许多被驯化的鸟可以帮助人类，不光是吃例如信鸽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呀，猎鹰可以用来打猎呀，鱼鹰可以用来捕鱼呀。鸡和鸽子在生物学和比较心理学方面的实验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甚至于鸟因为对于毒素的反应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在煤矿里面，金丝雀也经常用来判断有毒气体是否是它的浓度过于高，以便矿工能及时逃走。哇，老爸，鸟类可真是我们的好朋友呀。对呀，根据目前了解的数据呢，老爸给你讲一讲鸟类中的冠军哦。最小的鸟，许多人都知道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类，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是十分的准确，因为全世界的蜂鸟呢有315种左右，分布于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到南美洲的麦哲伦海峡，以及期间众多的岛屿上，它们的体型差异也很大。最大的蜂鸟大约有21.5厘米，大约这么大。当然你不能说它是世界上最小的鸟了，对吗？而有一种古巴的西蜂蜜鸟，体长只有5.6厘米，其中嘴呢和尾部约占一半，体重大约只有2克左右，其大小呢大约跟蜜蜂差不多。这种蜂鸟才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而体型最大的鸟呢，生活在非洲和阿拉伯地区，它是一种非洲鸵鸟，它的身高达到2到3米，体重大约56公斤左右，最重的可以达到75千克，但它不能飞行。它的蛋大约重1.5千克，长17.8厘米，大约是30个到40个鸡蛋的重量。它呢就是当今世界上还存活的最大的鸟类。当然了，它的蛋也是世界上现在为止我们人类所知道的最大的鸟蛋。寿命最长的鸟鸟类中长寿者不少，如信天翁它的平均寿命就是50到60年。鹦鹉的寿命也很长，大约在100年左右。在英国有一只活得最久的老寿星的鹦鹉，它是1870年12月3号生的，1975年11月5日死的，享年104岁。飞行速度最快的鸟呢是尖尾雨燕，平时飞行的速度为170千米每小时，最快可以达到352.5千米每小时，堪称世界上飞得最快的鸟。爸爸跟你讲它的速度有多快呢？就是从我们家到学校，到你的学校再飞回来，可能1分钟就不到。
飞得最慢的鸟呢，叫做小秋鹬，它每小时只能飞8公里左右。当然了，这个速度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慢，但是在鸟类当中，它已经算飞得最慢的鸟。振翅频率最高的鸟叫角蜂鸟，每1秒翅膀可以振动90次。振翅频率最慢的鸟呢是大秃鹫，因为它在滑翔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几个小时它也不振动1次翅膀，它的翅膀是不动的，就可以坚持滑行可能数个小时。而一次飞行时间最长的鸟，这种鸟呢叫做北美金衡，以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呢飞35个小时，所以飞的时间是最久的，能越过大约2000多公里的海面。而飞得最高的鸟呢，应该是大天鹅和高山的秃鹫，因为它们是可以飞过珠穆朗玛峰的，所以理论上来讲，它们的飞行高度一定要大约在9000米以上。而飞行最远的鸟，应该是北极的燕鸥，因为燕鸥这种鸟啊，它非常喜欢白天生活，不喜欢晚上生活。而我们知道呢，地球上白天时间最长的应该就只是北极和南极，因为它们有极昼和极夜，对吧？所以呢，这些北极燕鸥，它们就只能在北极是白天的时候，它在北极。每年6月在北极生完小孩之后呢，在8月份，它就率领自己的儿女向南极飞出。大约在12月份左右，它就达到南极附近，一直逗留到第2年的3月，因为这一段时间南极是白天，然后到3月份它才从南极飞回北极，所以它一直能保证着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太阳不落的地方生活。当然了，它也要付出每年大约要超过4万公里的飞行距离，所以它被誉为是地球上飞行最远的鸟类，人们又把它称为白昼鸟。游得最快的鸟，你知道了，一定是企鹅来的，对吧？巴布亚企鹅，每个小时它能游27.4千米。跑得最快的鸟，鸵鸟嘛，对吗？每个小时72千米。最凶猛的鸟是生活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悬崖峭壁之中的一种鸟，叫做安第斯秃鹰，体长大约1.2米。2翅展开可达到3米左右，它有非常坚强而沟曲的铁嘴和非常尖锐的利爪，专门吃一些活物，不仅吃鹿啊、吃羊啊、吃兔子这种中小型的动物，它还吃大型的美洲狮，就是说它吃狮子的，因此它又有个绰号叫吃狮之鸟，或者叫百鸟之王。而鸟喙最长的鸟应该是澳洲的鹈鹕，它的鸟喙大约有47厘米这么长。说话最多的鸟呢是非洲的灰鹦鹉，据科学证明，它可以掌握800多个单词。原来每种鸟类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呀。老爸，这些鸟好可爱呀，我可以养一只吗？其实啊，宝宝，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呀，都有把漂亮的鸟，像鹦鹉那样的非常漂亮的那种鸟作为宠物来饲养的习惯。这也导致了一些濒临的鸟类啊被走私，在抓捕和贩运的过程中呢，野生鸟类死亡率非常的高。有人做过一个统计，说拿到最终消费者手里的每一只野生鸟，它的背后都有20只同类的尸体。因此啊，饲养野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哦。它对鸟类的生活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超越了偷猎。过度的狩猎活动是一些鸟类数量急剧减少，以致灭绝的直接原因。还有一些鸟类的灭绝呢，或濒危是由于栖息地被破坏、森林砍伐和农业耕作等人类活动。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的加强，
都直接威胁着鸟类的安全。你知道吗？新加坡已经成为很多珍稀鸟类的贸易中心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多非常漂亮的、珍稀的，甚至濒危的鸟类在新加坡被贩卖到亚洲的各个地方，供大家，比如说收藏啊、玩乐呀。像你一样说，哎呀，我想不想买一只小鸟，然后他就在新加坡买一只，而他每买一只小鸟，其实都有20只以上的一样的鸟类在死亡，在濒临绝种，这就是意味着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它。妈妈告诉我，现在非洲灾难虫灾，是不是因为那些鸟都被抓走了呀？是呀，要保护鸟类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保护鸟类已经在使用的栖息地，包括城市公园呐，郊区到热带丛林呐，沙漠峡谷和开放的苔原呀，这些鸟类生活的每个地方都是鸟类的栖息地。对于这些栖息地呢，我们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来保护它，包括减少一些碳排放啊，选择低排放的车辆啊，减少水电的使用啊，尽量的定期循环使用一些物品呐，包括节省一些能源呐，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保护鸟类以及更多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从而达到保护鸟类的作用。其实鸟类也好啊，之后爸爸会跟你讲一些动物也好啊，包括鱼类也好啊，它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保护它只有这个样子，它们才能在地球上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时间更长一些对于人类其实是好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既没有鸟，也没有鱼，也没有动物了，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人类，那么其实离人类灭亡也不远。老爸，我知道了，保护鸟类从我们做起。明天妈妈你就戒烟吧，这样可以减少空气污染。